早安，你好，我是树源，我是琪琪。现在的父母呢，他们常常就为小孩学华文而伤透脑筋，因为现在的小孩子他们觉得学习华文是一件很艰苦、很困难的一件事情。对呀，那英文字母对不对 ？ABCD 比较容易学嘛。而且这个字体呢有不同的读音，然后笔画那么多，那怎么办呢？这里呢有一个非常简易而且快速的识字教材，就叫做字经。字经，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教材呢？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个字经识字教材的作者，就是郭宝华教授呢，来到我们节目现场，跟我们谈谈有关这个教材的一些内容。那另外坐在旁边的呢，就是宋玉红呢，是义全语文学校的校长，还有一位小朋友小妹妹呢，是许佳倩，是幼稚园2年级的学生，今年只有6岁，但是许小妹妹呢，待会儿会带我们看看她的这个识字的能力，其实是高达3年级的学生了。哇，这么棒啊！对，好，早上你好，早上你好。3位是郭教授，我们知道说您就是编写这本字经，大概花了前后3年的时间。对。那里头呢，其实有很多的，就是古代的一些签字为基础哦。那么我们会发现说，里头的文字，还有你要表达的，就是说让小孩子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，快速的去识字，对，来增强他们的华文的这个问题。您认为说现今的一个传统的识字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呢？所以才要用这个方法来？应该说是有问题了。因为是在我对这个识字研究以后啊，我发现在晚清以后，这个我们的识字教学越来越向英语教学法靠近，走的是一种随文识字的方法，就是说你是按照这个课文里面碰到什么字来认什么字，而我们古代呢都不这样用。古代里你看他用1年的时间都能把这个识字关过了，而我们现在6、7年还过不了识字关，从这个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。而且古代还是繁体字，所以说我们在研究古代教材的时候发现，古代的千字文它1个字不重，4字1句，很快就能让孩子学完。而且这个笔效啊，它是比较高的，他学3000多字就能学到2200多生字。我们现在像中国大陆内的12册下来是30万字才能学到2500汉字，所以这个孩子现在的学习量非常大，但是学习的效率非常低。古代的呢，学习量很小，但是学习效率非常高，这主要是由汉字的性质不同引起的。这个观念。那提到这个识字啊，我们一般以前小时候呢，都是通过一些朗诵儿歌啊、诗词。那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它又能够给这个小孩子怎么样的一些全新的一种启发吗？对，但是这叫韵语识字，但是韵语识字还不同于儿歌识字。儿歌识字呢，它是3、5句一段，3、5句一段，它的韵不系统。韵语识字呢，它是一韵走下来，它总共换几次韵，它这个韵是非常系统的。另外内容也不一样，儿歌都是孩子的日常的一些习惯呐，或者这些。但是如果是韵语识字呢，它是按照经典的知识教给你，那么你终生是有用处的。它和儿歌识字不大一样。是，那这本呢，素媛手上的这本字经看起来很厚啊，在中国其实已经在22个省份已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工作。对。那么想问校长，就是宋校长，什么时候引进这本字经到您的学校去呢？这个正式在新加坡开课呢，我们是在今年的6月假期，我们进行了第1次的训练开课。那才半年前？还没有半年，我想4、5个月的时间吧。那么反应如何呢？这些家长跟小孩子的反应？可以说当初在我引进这一套教学法和郭先生沟通的时候，我们想象的效果呢是没有现在我们教出效果这么理想。我们实际的效果已经是超出我们的预料。其实里头有4000个字，然后分成4个篇章，每一个篇章有1000个字，而且是没有重叠、没有重复的。里头有天文、历史，然后人文、地理等等的内容。那么想问校长的就是说，在这边新加坡的这个所谓的学生的程度，应该是跟大陆那边有一些差别。据说中国大陆的学生用4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全的掌握这里头的文字了。那您现在碰到你的学生也大概是学了4、5个月的时间，他们花了多少时间？现在我们的
课程因为是学生上课的原因，所以我们只有在假期的时候，小朋友才可以集中的密集授课。我们是不管怎样的授课方式，我们是18节课完成1000个汉字的学习。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每天坚持上课的话，我想4个月也可以完成4000个汉字。要看这个学生用不用功。不是，主要是看课时的安排。因为当学生进入学校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每天来读书的。郭教授，您编写这本字经，最主要你想针对几岁的孩童呢？从孩子的教育这个识字的角度来说，是应该说3到6岁是最合适的。3岁3岁到6岁。可是我昨天看了一整个晚上，有一些字都不是很清楚哦，怎么念？他们经常会说郭老师，您这个像上面这些像乾坤有序、宇宙无疆，这些都是非常难理解的，孩子能够学会吗？对，很多疑问，是不是啊？但实际上呢，孩子学字啊，他主要这个字里主要是听觉和视觉。就是说，对儿童来说，主要听觉和视觉。那么孩子的3岁听觉发育都很好了，视觉是4岁零6个月发育开始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。所以只要听觉和视觉的发育比较好，那么他在识字上都没有问题。意义的问题其实是在阅读中理解的。中国的这个汉字的特点是先识字，然后再阅读，阅读过程中就会把意义理解。当然也有比较简单的，什么父母爹娘莫齿难忘，兄弟姐妹也有一些围困柱邦等等的那些，可能小朋友会比较理解。是啊，那你看这个字，其实3岁小孩子怎么一下子可能都念不出来？它实际上是一种图形，对孩子来说没有意义，它只是一种图形。孩子一看到字就是一个图形。那么看到图形他就认识了，孩子只要能看图就能够识字，就这个道理。是韵律其实是中国的文字的一个精华精髓。那么韵文呢，其实就是最古老、最有效的一个记忆方法。我相信郭教授其实是要利用这2个特点，来诠释您的整个教学的这个心得。其实这是古代的一种识字方法，我们已经沿用几千年了。也就是我们抛弃了这种方法，我们的识字才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境地，现在不好做。好，我们来问小妹妹吧。好，佳倩，早安。你好，有点好那刚才我们说，就是这个字经呢，其实让就是幼儿园的这些学生啊，可以读3、4年级的一些课文，对吗？对，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像佳倩小朋友，他只是经过了我们3个学期的训练，也就是说，他现在的识字量有2500个识字量。好，那我们就请小妹妹为我们朗读一篇文章好吗？他今年只有6岁哦。对那么现在我们带的是3年级的高级华文，小学3年级的。佳倩给大家朗读一下好吗？大一点声音。生活多美好，清早你从睡梦中醒来，打开窗子往外望，你可以看到高大的树木、美丽的花草，也可以看到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。下面接着。想吃点东西吗？咖啡店、熟食中心到处可见，那一定有你喜欢吃的食物。想吃些水果吗？榴莲当然好吃，木瓜、西瓜、苹果味道也不错。想买东西吗？购物中心商店里的货物应有尽有。想借书吗？图书馆可能就离你家不远。好，谢谢，很棒。那么像我看佳倩哦，真的是不可思议，她那么小可以念就是3年级的课本。对呀，才6岁呢就念13、14岁的，而且很流畅，完全没有迟疑，每一个字都没有停顿。就是说，经过我们课程训练的小朋友，他们只要经过2个学期的训练之后，我们就进入阅读的训练。那么只要进入阅读训练的孩子，他们至少都能比他们本身的年龄高出至少2年以上的水准。那么您觉得说，在你们的学校就是艺圈语文学校，除了老师这样子细心的教导，你们还有用其他的哪一些管道来提升他们的学习的兴趣跟欲望？比方说有没有借助音乐啊、游戏啊等等的？这个课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趣味性的课程。那么孩子在上课的时候，总是处在一个高度集中和高度竞争的
的状态，所以每一个小朋友都非常喜欢，而且在我们这个课堂上是不需要动到笔的，不需要回家做功课，不需要的，所以这是很多小朋友最喜欢的。对呀，那有些小朋友就埋怨，就说，哎呀，在学校做功课，在家里还要做功课。对，那么家长呢？忙碌的家长要怎么样跟校方一起配合？我们通常是说，家长如果在家里能够，在有空的时候、空闲的时候，给孩子多听一点我们的这个音乐卡带就可以了。那提到这个呢，其实郭教授，您在来临的这个周末有一个讲座，对吗？对，好，我们来看看一些这个讲座的详情。那至今改变识字观念的这个讲座呢，就会在11月22号下午1点30分，在滨华大酒店1楼。那询问电话是68460600。郭教授，我知道说这本字经哦，虽然是4000个字，听起来不是很多，但是如果像一般的学生，他们的华文的能力不是很高，他们可以在多久以后掌握呢？如果每天抽半个小时的时间好了。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这个呢，一般我们要求也就是一天不超出1个小时，4000汉字下来大概就是4个月，一般的不超出半年。它这个字看起来是4000，其实我看新加坡教育部公布了是3500个常用汉字。那么我们是用中国大陆的3500个常用汉字加一些这个其他的来配数来写出来的。但是我比较了2种字啊，基本上是一致的。一致的啊，基本上一致，它都是用常用字写出来的。所以真的是要靠我们大家好好的努力去掌握这本书啊！看到的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包罗万象，而且句句都有押韵。对。那其实郭教授呢，这一次也特别呢要赠送一些奖品给我们的观众。那如果呢你想获取这份奖品的话呢，就是字经的配套的话，欢迎你现在就留意我们的这个问题了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发出6问题，我们会接通6通电话啊。首第1通打进来又答对这道问题的朋友呢，就可以获得一整套包括读本卡带跟录像光碟。问题很简单，请问这本字经总共收录了多少个汉字？热线62506851。好，那么今天非常感谢郭教授，还有就是宋校长，还有小妹妹来到节目现场，给我们表演这么精彩的朗读，谢谢。是，绝对可以丰富小朋友们他们的学习的欲望的。谢谢。那其他的5位幸运拨通的电话的朋友呢，如果您不是第1位也没有关系，可以获得光碟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关心东南亚和东北亚天气之后呢，为您送上今早的第2段新闻早点。